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8月生日刊被香奈推上 Vogue Man， 一雙頂級男神的手拍得太玉了，頂奢這是要把人間香奈寵上天。香奈早秋高級手工坊系列大秀上，王一博穿了一件黑色斜紋軟的外套，坐在第一排。鏡頭掃過去的時候，他正在低頭看手上的戒指，那只手在秀場燈光下白得幾乎透明，指節分明，腕骨突出，中指上一枚 Coco Crush 戒指反着冷光。那張生圖在社交平台上被轉了上萬次，評論區清一色在喊手比珠寶還貴。這次 Vogue Man 8月刊的封面，品牌方直接把這只手放在了畫面正中間，臉都沒給全。這期雜誌的封面構圖很有意思，王一博側身站着，下巴微微抬起，右手抬起搭在領口位置，手背對着鏡頭，手指自然張開。腕上是香奈 J12 腕表，無名指和小指各戴一枚 Coco Crush 戒指。整張封面最亮的不是他的臉，是那只手。內頁大片的拍攝思路也圍繞手展開，有一張是他雙手交叉擋在眼前，只露出下半張臉，所有視覺焦點全部壓在那幾根手指和戒指上。這種拍法在男星封面裡不算常見，大多數雜誌拍男藝人會優先保臉，臉是第一傳播點。香奈這次反着來，等於用真金白銀砸出一個信號。王一博身上最值錢的視覺資產，除了臉，還有手。8月刊不是普通月份，王一博生日在8月5號。香奈選在這個時間點推封，不是巧合。時尚品牌給代言人推生日刊，本質上是一種資源再確認。雜誌封面是花錢能買到的，但生日刊加 Vogue Man 這個級別的男刊，需要品牌方在媒體關係和商業預算上同時下重手。Vogue Man 一年支出2期，上半年1期，下半年1期，封面人物篩選極嚴格。2026年8月這一期落在王一博頭上，背後是香奈買單。這個信息在時尚博主圈子裡傳開之後，很多人開始重新評估王一博在香奈體系裡的實際位置。他2019年開始接觸香奈兒，2020年拿下品牌形象大使頭銜。這個大使身份維持了4年多，期間香奈給他推過的封面數量，放在同期男藝人裡能排進前3。從 Super Elle 到時尚 Cosmo， 從 T Magazine 到現在的 Vogue Man， 品牌推封的規格一年比一年高。這次直接上了 Vogue Man，等於把男刊天花板也摸到了。有個細節值得注意，香奈兒的推封習慣很固定，給女代言人推 Vogue 正刊，給男代言人推男刊和副刊。但王一博這次拿到的 Vogue Man， 在男刊序列裡已經是頭部資源，這說明品牌不是在完成任務似的給大使曝光，而是在持續加碼。香奈對王一博的偏愛在業內不是秘密。2023年品牌在深圳辦高級珠寶展，王一博是唯一到場的內地男藝人。早秋高級手工坊秀，他坐在第一排和品牌全球 CEO 相鄰，這些待遇放在品牌大使層面已經超出常規。這次生日刊推封，等於把偏愛2個字寫在了封面上。有網友開玩笑說，人間香奈這個稱號本來是粉絲自嗨，現在被品牌官方用行動一步步做實。手這個元素在王一博的時尚人設裡分量極重。2021年香奈 J12 腕表廣告裡，他的手腕特寫佔了整個屏幕1/3的畫幅。2023年 Coco Crush 系列廣告片，戒指特寫全程對着他的手指，鏡頭幾乎沒怎麼拍全身。品牌方很早就發現了這雙手的商業價值。手指長，骨節明顯，皮膚白，沒有明顯紋路，戴任何珠寶都顯得乾淨利落。
這種手型在珠寶腕錶廣告裡是稀缺資源，比臉還難找。很多男藝人臉好看，手一伸出來短粗胖，珠寶拍出來直接掉價。王一博的手恰好補上了這個缺口，所以香奈兒的配飾線一直把它當成核心展示載體。這次 Vogue Man 封面把手的視覺權重拉到最高，品牌意圖非常直白，珠寶和腕錶就是要用這雙手來戴。開搶時間是7月29號上午10點。消息放出來之後，粉絲群提前2天開始刷屏。雜誌官方旗艦店掛出鏈接，庫存數字沒人知道，但開售3分鐘不到，頁面就顯示已售罄。這個速度在男星雜誌銷售裡算第一梯隊。有人截圖了後台銷量，幾分鐘內破萬本，銷售額直奔100萬級。一本雜誌定價不算高，但限量加上生日刊屬性，直接把單期雜誌炒成了收藏品。不少粉絲一個人搶了好幾本，曬單圖裡全部是同一句話：為了這雙手也值了。銷量只是一方面，更大的討論在於香奈兒到底想把王一博推到什麼高度。推封生日刊是個很微妙的信號。時尚圈有個潛規則，品牌給代言人推封的頻率和規格，基本能反映這個人在品牌內部的優先級。香奈兒的男代言人陣營裡，王一博不是唯一，但這次 Vogue Man 生日刊出來之後，他的排位已經非常靠前。有造型師在微博上感嘆，王一博拿到的香奈兒資源已經超過了不少全球代言人級別的藝人。這話聽起來誇張，但翻開他過去1年的香奈兒合作清單，從高定秀到珠寶展，從腕錶廣告到香水活動，幾乎每個重要節點都有他的身影。品牌內部的資源分配從來不是平均主義，誰被推得高，誰就能拿到更多媒體曝光和商業回報。這組封面大片的妝造也值得說2句。王一博的頭髮是濕髮造型，劉海貼在額頭上，眼妝很淡，整體色調偏冷。服裝是香奈兒2026秋冬系列的一套黑色針織衫，領口微微敞開，鎖骨若隱若現。這種克制的性感比直接露肉更高級，但最勾人的還是那隻手。有一張黑白內頁圖，他側躺在深色背景前，右手伸向鏡頭，手指微微彎曲，像在邀請又像在拒絕。那張圖在社交平台上的單獨轉發量，比整組大片的其他圖加起來還多。手控群體和時尚粉絲在評論區河流，話題熱度持續了2天沒散。粉絲之外，普通網友對這組封面的評價也很有意思。有人把王一博的手和其他幾位頂流男星的手放在一起對比，結論是這隻手單獨出道也能靠拍珠寶廣告吃飯。還有人翻出他早期參加綜藝時的手部截圖，和現在對比，發現這雙手一直是同一個形狀，沒有任何發福或浮腫的階段。這種穩定性對品牌方來說極其重要，因為珠寶腕錶廣告需要手部狀態長期在線，不能忽胖忽瘦。回到推封這件事本身，品牌推封不是單純給雜誌社打錢那麼簡單，中間涉及內容共創、服裝搭配、拍攝方向、藝人檔期協調等多個環節。香奈兒這次把手作為封面核心視覺，和雜誌方溝通時一定費了不少力氣，因為雜誌封面通常要保證人臉辨識度，把臉弱化到這種程度，對銷量是有風險的。但結果證明這個冒險成功了，開售即售罄。社交媒體話題量破億，王一博的時尚影響力再次得到驗證，品牌方賭贏了這雙手的商業潛力。生日刊還有一個特殊意義，粉絲買雜誌不只是為內容買單，更是為生日應援的情緒價值買單。香奈兒選在8月推封，等於是把自己綁進了粉絲的生日慶祝氛圍裡。品牌方不需要額外花錢做應援活動，
粉絲會自發把雜誌銷量刷上去。這是一種非常聰明的粉絲經濟操作。王一博的粉絲基數大，購買力強，組織度高，品牌方只要在合適的時間給出一個合適的物料，銷量和熱度都是順理成章的事。這次 Vogue Man 的雜誌內頁裡還有一段品牌方提供的專訪內容。王一博在採訪中談到了自己對香奈兒品牌的理解，提到優雅不是一種形式，而是一種態度。這句話後來被多個時尚賬號引用。他把香奈兒的品牌精神和自己的個人風格做了綁定，這種表態對品牌方來說價值巨大。代言人不光要穿得好看，還得說得準確。王一博在這方面的分寸感一直不錯。少說多做，偶爾一句就能變成傳播金句。從2020年官宣品牌大使到現在，香奈兒和王一博的合作進入了第5個年頭。5年時間，足夠讓一個商業合作從試探變成深度綁定。Vogue Man 8月生日刊只是其中一個節點，但已經足夠說明問題。品牌方願意在最顯眼的位置放一隻戴滿自家珠寶的手，這就是最直白的態度表達。至於這隻手接下來還會拿到什麼資源，9月、10月、年底的品牌活動會給出答案。眼下這期雜誌已經成了粉絲和時尚觀察者共同的談資。